大家好，我是小懒。8月5号，中方针对美国连续出台的涉华限制措施，重磅公布了5项反制办法。那这2天我翻看这个评论区发现不少朋友扫了一眼通告，还在那儿发问：哎呀，就这呀？怎么不直接把苹果给禁啊？怎么不把美债全给抛了呀？感觉打得不够解气。各位，你们要是这么看呢，那可就太低估咱们国家现在的博弈智慧了啊！你把这5项反制一条一条对着看，你就会发现这次用的招数到底有多绝。咱们这次连一句抗议的废话都没有啊，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改，直接把美国这10几年来套在中国企业头上的所有的恶心招数原封不动的复制粘贴，彻底还给了美国。这就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大家别以为这只是嘴上说说这次反制直接一刀捅进了美国中介、芯片供应链、数据切密和认证机构的终极死穴。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5项的反制措施一条一条拨开，咱们看看中国是怎么用美国最擅长的套路，把美国那些不可一世的政客打得哑口无言的。咱们先来看第1项反制对美国的无人机相关关键零部件、两用物项和相关技术实施精准的出口管制制，逐案从紧审核。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就是个无人机嘛，能有多大动静啊？各位，这就是典型的用半导体思维反向去掐美国人的脖子。大家回忆一下那过去这些年美国是怎么卡咱们的？他看咱们在高端芯片、半导体领域有短板，就搞所谓的实体清单，禁止阿斯麦卖高端光刻机，禁止英伟达卖高端芯片，打着防止技术扩散、保障国家安全的旗号，硬生生要在产业链上断咱们的粮。结果呢，风水轮流转在无人机、高端微型电机、飞控系统以及关键复合材料这个领域中国才是全球供应链上绝对的神级霸主。全世界70%以上的民用和工业级无人机，甚至美国军方自己采购的绝大多数的底层组件全都是 Made in China。美国前阵子呢还在那儿装模作样说要搞所谓的无中国无人机供应链，结果搞了半天，发现连造个微型电机、高灵敏度陀螺仪和碳纤维机都得进口中国产的零件。现在好了，中国直接立规矩了，既然你天天喊着技术安全、两用物项管控，那行，商务部公告写的是明明白白，列入两用物项清单的无人机及技术，今后对美国出口要逐案从严审核，不再适用任何许可便利措施。想买递交申请，审查用途，有任何涉军、涉警方面或者是反华背景的，一律不给发货。想转手卖给东或者其他热点地区，想都别想这就叫用你最擅长的供应链武器反向卡你的脖子。你看看到底是美国缺了高端芯片难受，还是美国那些造不出无人机的部门和军工复合体先肉疼？你用芯片卡我，我就用无人机要你的命。还有第2项反制也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一项，对安装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12个月内出结果。那听到这儿那估计不少朋友乐了，查打印机，这算什么高端反制各位，这不仅是咱们第一次启动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更是直接打蛇打7寸，揭了美国人的老底儿。大家可以回忆一下美国前几年是怎么查我们的 TikTok、查我们的华为、查我们的海康威视的。美国政客坐在听证会上，手里面拿不出哪怕一张实锤证据凭空捏造说你的软件可能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可能会把美国人的隐私传回中国，直接就把咱们的企业给禁了，给强卖了。这就叫典型的强盗逻辑好那既然你定义了什么叫国家安全调查，那咱们就按你的流程来照一照你们美国自家的产品。这美国天天在国际上喊别人有后门，结果自己在打印机办公软件底层协议里装后门装的是最欢了。7号法规显示，全世界的政府机关、大公司用的美国打印机、复印机，打什么印什么，发什么传什么，后台数据流向哪里，只有美国人心里面最清楚了。打印机、复印机涉及文件扫描、数据存储、网络连接、远程更新。机关、科研院所每天有多少核心图纸和声明文件要经过这些设备那现在中国直接用国家安全正式立案，
调查你惠普、施乐，查你的软件系统，查你的数据传输协议，查你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流程呢，刚好也是12个月。这一招直接把美国给打懵了。你要是敢不配合啊，那就是心虚，直接滚出中国市场。你要是配合审查，那你过去装那些偷偷摸摸的后门就被全部揪出来。哎，你总不能说我在打印机里装后门是为了世界和平吧？你查我就是滥用安全吧？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啊，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再看第3项反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的工厂跟踪调查。那这一项呢，很多朋友看文字可能会觉得拗口啊。哎，我给你翻译翻译啊，这其实是一个极其狠辣的行政暗保。任何美国商品想进入中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销售，都必须拿到中国的 CCC 认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3C 认证。但是拿到认证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啊，中国的认证机构还会定期去美国工厂检查，看他们有没有偷偷的更换零件，降低标准。那过去呢，为了便利中美贸易啊，中方非常的人性化啊，同意委托美国当地的认证公司替中方上门去检查美国工厂。那美国企业呢，不用等中国检察员飞过去啊，在当地花点小钱就把检查给办了，省时间又省成本。结果呢，美国这些年是怎么对我们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天天出台涉华限制啊，那今天说华为的设备不合规，明天把大疆、海康威视拉黑，根本不给中国机构任何便利啊。好，那现在中国直接把这项便利给取消了，美国本地的认证机构不能再轻松代替中方做检查了。以后美国企业想维持3C 认证啊，对不起啊，怎么检查，由谁检查，检查要等多久，全部由中方重新安排。这就意味着美国企业的时间成本、合规成本和经营成本瞬间暴涨。在美国国内就能办完的事儿，现在必须排队等中方的审核流程。想赚中国市场的钱，那就老老实实的配合中方的规矩啊，少在背后搞小动作。那如果说前3项是对等反制啊，那么第4项和第5项反制就是直接顺着美国制裁中国的执行链条，精准连根拔掉美国的黑手白手套。中方公布了第3项和第5项名单，那一口气把7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禁止中国境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和合作。咱把这7家公司的黑幕彻底撕开啊，大家就知道中方这几招打得有多精准了。那首先是第一类，叫两头吃的大灰狼，比如那个什么合规性测试公司，听着像是个正规机构，其实就是个拉偏架的打手。前阵子美国搞咱们的扫地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就是他出面做所谓的检测，给官府递黑材料。他最恶心的地方在哪儿呢？他一边帮着美方打压咱们，一边呢还想从中国企业身上赚认证费。这次啊，咱们直接断他的饭碗，封杀。以后中国企业1分钱都不去给他赚。第二类呢更损，叫披着羊皮的伪科技，像应用 DNA 和地层水库这2家打着高科技的旗号，硬是把基因标记和同位素检测用在棉花上，拿着显微镜去查纺织品的棉花是不是新疆产的，专门给海关提供扣押依据。剩下的名字那叫的一个比一个响亮，其实呢就是干大数据跟梢和搞伪调查的。天天编造各种所谓的风险报告给美方扣押中国商品提供假证据。大家看明白了吧？这7家实体就是美国制裁中国企业的证据制造工厂。他们一边呢在中国境内偷搞调研、搜集数据、编造假报告，一边呢拿给美国政府当做制裁中国企业的依据，然后再以此要挟中国供应链买他们的合规服务。中方这次直接亮铁拳，资产冻结，禁止合作，全面封杀，这就是直接在拆美国制裁中国的工具箱。以后谁要是敢再拿着美国的黑钱在中国市场上充当黑手白手套，咱们直接让你在整个中国市场彻底社死，断绝财路。那聊到这儿大家看懂这次5大反制的含金量了吧？那概括起来就是极其干脆的5句话切断对美无人机供应链，取消排挤中企的美国认证便利，切断美国检测公司的中国业务，对等反制美国软件与办公设备，彻底封杀协助美国抹黑中国供应链的黑手企业。那很多网友呢，过去总觉得不够解气是因为没有一巴掌把桌子给掀了。但是真正的文明大国博弈从来不是靠情绪化的砸碗骂街，
而是靠建立一套能够长效对等、随时随地能把对方打疼的武器库。那商务部呢已经明确表示了，这轮措施总体上仍然是克制的，同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限制。其实换句话说咱们打出来的还只是针对性反制，真正的大招还在后面呢。以前呢是美国单方面的手里面拿棒子，动不动就过来砸你的窗户，立他的规矩。现在是中国把美国的棒子彻底复制了一份，你有 FCC， 我有 CCC， 你有国家安全调查，我有对外贸易安全调查，你有实体清单，我有反制清单，你卡我芯片，我卡你无人机。最狠的报复从来不是跟你骂街，而是把你玩了10几年的游戏规则全部学会，然后用你最擅长的方式去打败你。时代彻底变了，如果某些人还想拿着旧时代那套霸权逻辑来压中国，那咱们就用这5杠大枪好好教教他们怎么重新做人。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那对于这次中方的5大反制，大家觉得哪招最损最解气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